我家破产，我被送去给植物人冲洗。新婚夜，闯进我房间的却是他哥哥，他掐着我的脖子，逼我尽弟妹的义务。白天他是大伯，对我冷若冰霜；晚上他是恶魔，对我百般折磨。我忍辱负重，发誓要将他送进地狱，直到我发现那个躺在床上的植物人老公秘密更可怕。新婚夜，我坐在路城那张冰冷的大床上，大红喜被上，一对对鸳鸯扎得我眼睛疼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夜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整个陆家，不，整个圈子都知道，我温言就是个冲洗的笑话。温家破产，我爸妈转头就把我打包送来，给撞成植物人的陆家二少爷续命。门外，宾客们的嘲笑声跟刀子似的，一下下往我心口扎。温家大小姐，呵，现在还不是个给活死人暖床的货色，年纪轻轻就守活寡，啧啧，真可怜。我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抹冷笑。可怜？不，我只是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把所有羞辱我的人踩在脚下的机会。咔嗒一声，房间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，我以为是佣人，头也没抬，声音冷得像冰。二少爷的擦身用具放那儿吧，你可以出去了。脚步声莫停，那人一步步朝我走来，一股浓重的酒气混合着森森寒意，像一张网朝我罩下，一个巨大的黑影笼罩在我头顶。我心里一惊，猛地抬头，男人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，那张英俊到极具攻击性的脸上没有一丝温度，他的眼睛很深，像不见底的寒潭，和床上躺着的陆城有7分相似，却比陆城多了10分的狠厉和侵占。他是陆家那个传闻中失踪多年的大少爷陆林，陆家真正的掌权人。我脑子还没转过来，脖子就被他一把掐住。那力道大得惊人，我瞬间无法呼吸，整个人像条离水的鱼，被迫仰起头看他。温言，他薄唇轻启，念出我的名字，尾音拖得长长的，充满了玩味和嘲弄。长的倒是不错，可惜他凑近了些，审视着我的脸，眼神太脏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拼命挣扎，肺里的空气越来越少，眼前开始发黑，他却像是很享受我濒死的模样，俯下身，滚烫的气息喷在我的耳廓，声音沙哑又残忍。睡了我弟弟的床，就得尽我弟妹的义务。撕拉一声巨响，我身上繁复的喜服被他粗暴地撕开，布料碎裂的声音在死寂的房间里响得格外刺耳。我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你疯了？我是你弟妹，他是你亲弟弟。是啊，他轻笑一声，手上的动作却更加粗暴。所以我更得替他好好照顾你，不是吗？你这个畜生，放开我！我用尽全身力气尖叫，指甲在他坚实的手臂上画出几道深深的血痕。疯子，畜生！陆林一把掐住我的下巴，逼我扭头看向床上毫无生气的陆城。你决定嫁进陆家的时候，就该知道，我们陆家的男人，没一个正常的。他的吻带着惩罚的意味重重落下，野蛮地掠夺我的一切。我拼命反抗，却像只被按在砧板上的蝴蝶，所有的挣扎都显得那么可笑和无力。他似乎被我的反抗激起了更深的暴虐，声音贴着我的唇瓣，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冰茶。省点力气吧，弟妹，今晚还很长。绝望像潮水般将我吞噬，我闭上眼，
一滴屈辱的眼泪从眼角滑落。温家、陆家、陆林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身上的重量终于消失。陆林站起身，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自己凌乱的衬衫，仿佛刚才那个化身恶魔的男人只是我的幻觉。他瞥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满是厌恶和鄙夷，像在看一件用脏了的垃圾。记住你的身份，温言。白天，你是陆程的妻子，我的弟妹。晚上，他顿了读，再次俯身，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，一字一句地说：你是我的一条狗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没有丝毫留恋。砰的一声，门被重重关上。我蜷缩在冰冷的床角，看着那片狼藉，身体和心都痛到麻木。月光从窗外洒进来，照亮了床头柜，那里多了一个小巧的黑色颈环，上面挂着一个银色的铃铛。第二天，我是在全身散架般的剧痛中醒来的。床头柜上那个带着铃铛的项圈，无声地嘲笑着我昨晚经历的一切。我面膜表情地捡起它，直接扔进了垃圾桶，换上衣服下楼。陆家的早餐桌上，气氛诡异的能滴出水来。陆林坐在主位上，西装革履，神情冷漠，正翻看住手里的财经报纸。他甚至没抬头看我一眼，好像昨晚那个在我身上肆虐的男人根本不存在。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坐在他身边，正嗲着声音亲昵地为他布菜。林哥哥，尝尝这个，我特意让厨房给你做的。是沈微微，陆林的青梅竹马，也是圈子里公认的未来的陆家大少奶奶。她看到我，立刻故作惊讶地捂住嘴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让一桌子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哎呀，这位是新来的保姆吗？长得还挺标致的。周围立刻传来几声压抑的窃笑。我扯了扯嘴角，莫理他，径直走向餐桌。温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沈微微眨着她那双无辜的大眼睛，身体却朝陆林靠得更近了。林哥哥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陆林终于放下报纸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淡漠得像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微微不是故意的，他开口，是对我说的，坐下吃饭。那是一种命令的口吻，不容置喙。我拉开椅子坐下，刚拿起筷子，沈微微又呀了一声，一杯滚烫的牛奶就这么不小心地泼在了我的手背上，皮肤瞬间红了一大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温姐姐，我手滑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她嘴上道着歉，眼里却没有半分歉意，反而闪烁着得意的挑衅。火辣辣的疼从手背传来，我猛地抬头，对上陆林的视线，我希望从他眼里看到一丝愧疚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但他没有，他只是皱了皱眉，语气里充满了不耐烦。愣着干什么？滚上去处理一下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沉入了冰窖。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陆程的时候，那是在一场慈善晚宴上，我被几个富家千金围着嘲笑，是他走过来，递给我一杯温水，温和地对我说：温小姐，别理他们，你很好。那时候的他，眼底带着光，干净又温暖。也是因为这份短暂的温暖，在温家提出让我嫁给他冲喜时，我没有激烈的反抗。我以为，就算他醒不过来，守着一个曾经给过我善意的人，也比在温家那个地狱里强。可我没想到，陆家是另一个更深的地狱，而陆林就是这里的王。晚上，陆林又来了，他手里赫然拿着那个被我扔进垃圾桶的项圈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谁准你扔的？他一把捏住我的下巴，
力道大的几乎要将我的骨头捏碎。戴上，他命令道。我倔强地瞪着他，死死咬着嘴唇，不肯屈服。温言，别挑战我的耐心。他解开领带，3两下就将我的双手反剪在身后，用领带紧紧捆在了床头上。冰冷的项圈被他重新扣在我的脖子上，铃铛发出一声清脆而屈辱的响声。这就乖了。他满意地笑了，粗糙的手指划过我的脸颊，像在抚摸一件玩物。我闭上眼，把屈辱的泪水逼了回去。他俯下身，气息喷在我的耳边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一丝诡异的兴奋。告诉我，陆程出车祸那天，你是不是也在场？陆凛的问题像一把尖刀，瞬间刺破了我所有的伪装。陆程出车祸那天，我的确在场，那是我爸为了讨好陆家，特意安排的一场偶遇。我看到他眼底翻涌的黑暗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开始发抖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。陆凛轻笑一声，手指缓缓下移，停在我的喉咙处。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？比如，那辆失控的卡车，那个收了钱的司机。你敢说，你一点都不知情？他的每一个字，都像重锤一样砸在我的心上。这些事，他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？我没有。我激动地反驳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吗？他掐着我的脖子，缓缓收紧。看来，昨晚的教训还不够。窒息感再次袭来，我痛苦地挣扎着，指甲在床单上抓出深深的印痕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快要死掉的时候，他却突然松开了手。我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，趴在床边剧烈地咳嗽起来。温言，别在我面前耍花样。他冷冷地看着我，像在看一只垂死挣扎的蝼蚁。你那点小心思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第二天，我的苦难升级了。沈微微变本加厉地刁难我，她当着我的面，不小心打碎了我妈留给我唯一的一对玉镯，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哎呀，温姐姐，这个镯子看起来不怎么结实呢，一碰就碎了。她用昂贵的鞋尖一下下碾着地上的碎片，笑得天真又恶毒。不过没关系，回头我让凛哥哥给你买100个更好的，对吧，凛哥哥？我发疯似的冲过去，想要推开他，陆凛却先一步抓住了我的手腕，猛地将我甩到一边。够了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警告。弄坏了微微的东西，还不快道歉？是他弄坏了我的东西。我红着眼，指着地上的碎片，声音都在颤抖。凛哥哥，你别怪温姐姐，都怪我不好。沈微微立刻换上一副渲然欲泣的表情，像只受惊的小兔子，躲到陆凛身后。我不知道那对镯子对她那么重要，一副破镯子而已。陆凛不耐烦地打断他，然后转向我，语气冰冷得像刀子。道歉，然后把这里收拾干净。我看着他护着沈微微的样子，心口像是被一块巨石堵住，喘不过气。凭什么？我咬着牙，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缝里挤出来。如果我不能，那就跪着擦。他话音刚落，就有2个保镖上前，像拎小鸡一样，强行将我按倒在地。冰冷的地面硌得我膝盖生疼。沈微微得意地蹲下身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，在我耳边说：温言，看到了吗？在凛哥哥眼里，你连我身边的一条狗都不如。我抬起头，死死地盯着他，那眼神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。他被我的眼神吓了一跳，随即又笑了起来。别这么看着我，我会怕的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。他站起身，挽住陆凛的胳膊，笑容越发得意。
陆程那场车祸，我也不小心在场呢。他说完，便和陆林一起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我跪在冰冷的地上，浑身血液都像是被冻住了。晚上，陆林没有来，我却一夜无眠。我开始怀疑，我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偶然。第二天，我趁着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偷偷溜进了陆林的书房。我不知道要找什么，只是凭着一股直觉在翻找。书房很大，也很整洁，几乎一尘不染。我小心翼翼，不敢弄出一点声音。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我在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，发现了一个微型摄像头。我心里一沉，一种极其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我立刻回到我的房间，开始疯狂地寻找。终于，在床头一盆绿植的叶片下，我找到了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摄像头。镜头正对着我们睡的那张大床，摄像头正对着床，那红色的指示灯在昏暗中闪烁，像一只窥探的魔鬼之眼，记录下了我所承受的一切。我浑身的血液都在瞬间凝固了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冲进卫生间，吐得昏天黑地。愤怒、恶心、屈辱，所有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几乎要将我撕碎。陆林，他不仅是个施虐者，还是个变态的偷窥狂。我擦干嘴，看着镜子里脸色惨白、眼神破碎的自己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绝对不能。晚上，陆林推门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坐在梳妆台前，异常平静。他似乎有些意外我的冷静，挑了挑眉，今天怎么这么乖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缓缓转过身，手里捏着那个微型摄像头，举到他面前。陆林，你真是个变态。看到摄像头，他的脸色没有丝毫变化，甚至还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。这就叫变态了。他一步步向我走来，眼神里的戏谑变成了赤裸裸的恶意。想看你被我折磨的样子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他轻描淡写的话，却让我如坠冰窟。你，温言，你以为你为什么会站在这里？他掐住我的下巴，逼我与他对视。你家那点破事，没有我点头，能倒得那么快？我的大脑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是你搞垮了温家，不然呢？他笑了，那笑容残忍至极。你父亲把你卖了个好价钱，你应该感谢我，给了你一个攀上陆家的机会。疯子，你这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所有的冷静在这一刻土崩瓦解。我像疯了一样，对着他又抓又咬。他轻易的就制住了我，将我死死地按在床上。对，我就是疯子。他贴着我的耳朵，声音低沉而危险。而你，是我最好的玩具。屈辱的泪水再也忍不住，汹涌而出。我恨他，恨这个将我所有尊严踩在脚下的恶魔。就在这时，房间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说话声。李医生，您来了。是管家的声音。二少爷的情况怎么样？我来看看。一个陌生的男声响起，是陆程的家庭医生。陆凛的动作一读，眼里闪过一丝不悦。凛哥哥，李医生来了，说是要看看二少爷。沈微微的声音紧接着响起，带着一丝幸灾乐祸。哎呀，温姐姐好像不太舒服，在房间里休息呢，要不要让李医生也顺便看看她呀？我心里一紧，下意识地看向门口。陆凛还在我的房间里，如果被医生和沈微微撞见，我不敢想象后果。陆凛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他翻身下床，迅速整理好衣服，然后用眼神警告我不许出声。我紧张地屏住呼吸，心脏快要跳出胸膛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在我的房门前停下。温小姐，李医生来看你了。
方便进来吗？管家在门外敲了敲门，我不敢出声，只能用求救的眼神看着陆林，他却只是冷漠地看着我，丝毫没有要解围的意思，反而像是在欣赏一出好戏。门外，沈微微娇滴滴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怎么没声音呀？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管家，快把门打开看看。我的心沉到了谷底，完了，门把手在此时缓缓转动，门开的一瞬间，陆林闪身躲进了与卧室相连的衣帽间。我飞快地拉过被子盖住自己，只露出一张惨白的脸。温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沈微微第一个冲进来，脸上挂着虚伪的关心，眼睛却像雷达一样在房间里扫视。李医生和管家跟在后面。我没事，只是有点累了。我哑着嗓子说。是吗？沈微微的视线在房间里扫了一圈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我刚刚好像听到房间里有别人的声音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你听错了。我强作镇定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李医生上前，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，又替我量了体温，确认我只是有些虚弱后，便离开了。沈微微不甘心地又看了一圈，最终只能悻悻地跟着出去。门被关上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整个人都瘫软下来。衣帽间的门被推开，陆林走了出来，脸色有些难看，反应挺快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我没有理他，只是用被子将自己裹得更紧。刚才的惊险一幕让我彻底清醒了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，我要逃离这个地方，逃离这个恶魔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刻意地讨好陆林，他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不再有任何反抗。他似乎很喜欢我这副顺从的样子，对我的防备也渐渐放松下来。我利用这份信任，开始寻找机会。我知道，硬碰硬我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能智取。我不小心让沈微微在我房间里发现了一枚男士袖扣，是陆林上次落下的。又不小心让他听到我半夜在阳台上打电话，用暧昧的语气说着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的，你等我。沈微微果然上钩了，她开始更加频繁地针对我，监视我，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我要让她成为我计划里的一环，成为那把刺向陆林的刀。这天晚上，陆林去洗澡，手机就放在床头柜上。机会来了，我拿起他的手机，用之前偷偷记下的密码解了锁。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我飞快地打开他的通讯录，找到一个备注为 S 的号码，将他和沈微微的号码互换，然后将我自己的号码存为 S。 做完这一切，我将手机放回原处，心脏狂跳。陆林洗完澡出来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他像往常一样对我进行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。我忍着恶心，尽力配合。等他睡住后，我拿出自己的手机，给那个被我存为 S 的号码，也就是沈微微的手机，发了一条资讯：计划有变，加快速度。然后我删掉了发送记录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游戏开始了。陆林，沈微微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下楼时，看到沈微微正拿着手机，脸色煞白。她看到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惊慌和怨毒。我知道，我的鱼上钩了。我走到她面前，故意露出一个无辜的微笑。微微，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我。这时，陆林从楼上下来，沈微微像是找到了主心骨，立刻迎了上去，指着我，声音尖利：林哥哥，你不能相信他，他都是装的。陆林皱了皱眉，看向我，
我低下头，露出一副委屈又害怕的样子。我不知道微微在说什么。陆凛的目光在我俩之间来回扫视，最终，他走到我身边，一把将我揽进怀里。微微，别闹了，他对沈微微说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。沈微微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们，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。凛哥哥，我靠在陆凛怀里，对着他，露出了一个胜利的微笑。沈微微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陆凛的手机。我拿过来，是一条新资讯，来自那个真正的 S。 资讯很短，只有几个字：2少的药快用完了，2少的药快用完了。短短几个字，却让我浑身发冷，如坠冰窟。什么药？是维持陆程生命的药，还是让他永远醒不过来的药？我几乎可以肯定，是后者。陆凛不仅一手策划了陆程的车祸，还在用药物控制着他的生死。虎毒尚不食子，他竟然对自己的亲弟弟下此毒手。这个认知让我对陆凛的恨意达到了顶点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将那条资讯的内容死死记在心里，然后不动声色地删掉。我需要证据，确凿的证据。第二天，我借口给陆程擦洗身体，支开了房间里的护工。我仔细检查了陆程的输液袋，却看不出任何端倪。看来，药是混在里面的。我需要拿到样本，送去化验。可是，陆家的护工和医生都只听陆凛的，我根本无法靠近那些药品。我陷入了困局。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沈微微主动找上了我。她把我堵在花园里，脸上没有了往日的嚣张，只剩下憔悴和不安。温言，我们谈谈。我们有什么好谈的？我故作冷淡。我知道，你和凛哥哥。他咬着唇，凛哥哥只是在利用你，他根本不爱你。哦，是吗？我笑了。可他现在，信我，不信你。这句话像一根针，狠狠刺痛了他。你这个贱人！他扬手就要打我，我没有躲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打啊！我说，你这一巴掌下去，正好让陆凛看看，他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是怎么一副泼妇嘴脸。他的手僵在半空中，最终还是恨恨地放下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他颓然地问。我想怎么样？不重要。我看着他。重要的是，你想怎么样？沈微微，你跟在陆凛身边这么多年，你真的了解他吗？你以为他爱你？你以为他会娶你？别傻了。在他眼里，你和我一样，都只是一颗随时可以丢掉的棋子。我的话像一把刀，精准地扎进了他的心脏。他的脸色越来越白。你胡说。我是不是胡说？你心里最清楚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段录音，是我昨晚趁陆凛睡住时录下的他的梦话。沈家，必须拿到手。微微，蠢得可怜。沈微微的身体晃了晃，几乎站不稳。不可能，没石磨不可能的。我收起手机。现在，你还觉得我们没石磨好谈的吗？他沉默了很久，才抬起头，眼里充满了恨意和不甘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很简单。我看着他，帮我拿到陆程每天输液的药剂样本。你要那个做什么？他警惕地看着我。不该你问的。别问。我说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船翻了，谁也活不了。沈微微最终还是答应了。她的动作很快。第二天，她就趁着医生换药的时候，偷偷换掉了一支药剂，交给了我。我将药剂小心地收好。现在，我需要一个可靠的人。
帮我把东西送出去化验。我想到了一个人，我的大学学长顾言，他现在是一家私人医院的医生。我找了个借口，说想回娘家看看。陆凛竟然同意了，或许是我的顺从让他放松了警惕。我带着药剂，在约好的咖啡馆见到了顾言。他看到我，愣了一下。温言，你怎么？他看着我手腕上遮不住的淤青，欲言又止。学长，帮我个忙。我打断他，将药剂推到他面前，帮我化验一下这里面的成分，越快越好，要最权威的报告。顾言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没事。我摇摇头。学长，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。他沉默片刻，最终还是收下了药剂。好，有结果了，我通知你。离开咖啡馆，我刚走到路口，一辆黑色的宾利突然停在我面前，车窗降下，露出陆凛那张毫无表情的脸。上车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跟踪我。我强压下心里的惊慌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。凛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扯出一个僵硬的笑。不巧，陆凛发动车子，目不斜视。我来接你。接我？我更意外了。他淡淡的应了一声，没有再多说。车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我不知道他到底知道了多少，只能装作若无其事地看着窗外。回到陆家，他什么也没问，径直去了书房。我却一夜没睡好。第二天，沈微微突然找到我，神色慌张。温言，不好了。怎么了？凛哥哥。他好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知道我偷换了药剂。他急得快哭了。他今天看我的眼神很不对劲，还问我最近有没有见过李医生。我心里一沉，陆凛果然起了疑心。你别慌，我安抚他，他没有证据，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我打断他，现在，我们必须比他更快。我拿出手机，给顾言发了条资讯，问他化验结果。顾言很快回复，结果出来了，是一种强效神经抑制剂，长期使用会让人脑处于深度休眠状态，造成不可逆的损伤，永远无法苏醒。果然如此。我将手机递给沈微微看，她的脸瞬间血色尽失。他真的要杀了陆成？现在你信了？我看着他，他连自己的亲弟弟都能下此毒手，你以为他会对你心慈手软吗？沈微微彻底崩溃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温言，我该怎么办？听我的。我抓住他的手，直视他的眼睛。陆家下周要召开家族会议，宣布由陆凛全权接管陆成名下的所有股份，那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我们要在会议上揭穿他的一切，可是我们斗不过他的。沈微微还是害怕。我笑了。不，是你。什么意思？你手里应该有他的不少把柄吧？我循循善诱。这些年，他让你帮他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，你都留了证据，对不对？沈微微，别告诉我你那么天真。沈微微的眼神闪烁了一下。我猜对了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不给自己留后路？把证据给我。我说，我会让他们发挥最大的作用。沈微微犹豫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别无选择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，要么我们合作，鱼死网破，要么你就等着被他发现后灭口。最终，他还是妥协了。他给了我一个 U 盘，里面是陆凛这些年利用沈家做假账，进行内幕交易的所有证据。
我拿着 U 盘和顾言给我的化验报告，找到了陆家的三叔公。三叔公是陆家的元老，也是唯一一个能和陆凛抗衡的人。我将所有证据都摆在了他面前。他看完，脸色铁青，一言不发。许久，他才抬起头，看着我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我什么都不要。我说：“我只要一个公道，为陆城，也为我自己。”三叔公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离开三叔公的书房，我感觉浑身都轻松了。陆凛，你的末日就要到了。晚上，陆凛回来的时候，心情似乎很好，他甚至破天荒地对我笑了笑。温言，过几天，等我处理完公司的事，我们就离开这里。离开？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他抚摸着我的脸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。到时候，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份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看着他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重新开始？他凭什么觉得他还有资格跟我谈重新开始？我顺从地点点头。好。他满意的笑了，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。乖。我闭上眼，掩去眼底的恨意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顾言打来的。我走到阳台，接起电话。温言，你让我查的那个给你送药的护工，我查到了。顾言的声音有些凝重。他1周前出车祸死了，警方定性为意外。护工死了，这个消息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。陆凛，他已经开始杀人灭口了。下一个会是沈薇薇，还是我？我挂了电话，手脚冰凉，不能再等了。家族会议就在明天。我回到房间，陆凛已经睡住了。我看着他熟睡的侧脸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我拿出手机，将顾言发给我的关于护工车祸的资料，连同 U 盘里的所有内容，一起打包发给了三叔公。然后，我将手机里所有相关的记录都清理干净。做完这一切，天已经快亮了。我一夜未眠，却感觉不到丝毫疲惫，反而有种暴风雨前的亢奋。家族会议在陆家老宅的会议厅举行。陆家的主要成员都到齐了。陆凛意气风发地坐在主位上，宣布着他对公司的未来规划。他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我坐在不起眼的角落，静静地看着他表演。沈薇薇坐在我对面，脸色苍白，手一直在抖。我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。以上就是我的计划。陆凛说完，环视全场。现在，我提议，由我正式接管二弟名下所有资产。各位有异议吗？会议厅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知道，陆凛如今在陆家只手遮天，没人敢反对。我反对。一个苍老而有力的声音响起，是三叔公。他拄着拐杖，在管家的搀扶下，缓缓站了起来。陆凛的脸色沉了下去。三叔公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三叔公冷笑一声。陆凛，你还有脸问我什么意思？他将手里的平板电脑狠狠扔到会议桌上。你自己看看，你都做了些什么好事？平板电脑连接着会议厅的大荧幕，荧幕上开始播放 U 盘里的内容。陆凛做假账的合同、内幕交易的录音，给李医生和那个死去的护工的转账记录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铁证如山。会议厅里顿时炸开了锅。天哪，他竟然害自己的亲弟弟！畜生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陆凛的脸色从错愕到震惊，再到狰狞，他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死死射向我。我迎着他的视线，没有丝毫畏惧。是你，
他咬牙切齿。还有我。沈微微突然站了起来，她指着陆林，声音颤抖却坚定。我也可以作证，是他害了陆成，他还想杀人灭口。他的话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三叔公怒喝一声，几个保镖立刻上前，将陆林死死控制住。温言，陆林死死地盯着我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状若疯魔。你这个贱人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我走到他面前，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笑了。陆林，游戏结束了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，转身走向一直被忽略在角落的陆成的轮椅。就在我握住轮椅扶手的那一刻，我看到大荧幕上最后播放的是顾言给我的那份化验报告。报告的最后有一行加粗的小字：该药物对孕妇及胎儿有致命影响。我的手下意识地抚上了自己的小腹。这个月的例假推迟了很久，那里已经有了1个多月的小生命，是陆林的。我看着荧幕上那行字，眼前一黑，几乎要晕过去。这时，我握着轮椅的手突然感觉到了一丝轻微的动静。我僵硬地低头看去，陆成一直紧闭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一条缝。陆成醒了，虽然还很虚弱，但他的确醒了。这个消息让整个陆家都陷入了另一种混乱。陆林的罪行因为陆成的苏醒变得更加无可辩驳。他被远景带走了，和他一起的还有沈微微。他虽然是污点证人，但也参与其中，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。陆家乱成一团，我却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。我独自坐在房间里，手里捏着那份化验报告和一张刚刚拿到的孕检单。孩子，这个不该存在的孩子，我该怎么办？门被敲响，是管家。太太，三叔公请您过去一趟。我收起报告，跟着管家去了书房。三叔公坐在椅子上，神情疲惫。温言，这次的事多亏了你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陆家欠你的，我们会补偿你。三叔公说，你和陆成的婚事，你看，我要离婚。我毫不犹豫地说。三叔公愣了一下，随即点了点头。也好。他叹了口气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不该被困在这里。陆林那边，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三叔公的眼神变得锐利。陆家不会包庇一个罪人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几天后，我和陆成的离婚手续就办好了。我没有要陆家的任何补偿，净身出户。离开陆家的那天，天气很好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囚禁了我无数个日夜的别墅，感觉像是一场噩梦终于醒了。我用我手里仅剩的一点积蓄，租了个小房子，暂时安顿下来。顾言来看过我几次，劝我把孩子拿掉。温言，这个孩子不该成为你的负担。我抚摸着小腹，心里一片茫然。我恨陆林，恨不得他死。可是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1个月后，我接到了警方的电话，让我去作证。在法庭上，我再次见到了陆林。他瘦了，也憔悴了，但眼里的狠戾却丝毫未减。他一直死死地盯着我，像是要将我生吞活剥。我平静地陈述着他对我犯下的所有罪行。当我说到那个摄像头时，旁听席上传来一阵哗然。陆林突然笑了，笑得疯狂。温言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他隔着被告席对我喊道，你肚子里怀着我的重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，你永远都是我的。我的脸色瞬间煞白。他怎么会知道？
法庭上一片混乱。最终，陆凛因为故意伤害、非法囚禁、商业犯罪等多项罪名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走出法院，我感觉天旋地转。顾言扶住了我。温言，你还好吗？我摇摇头，说不出话。陆凛的话像一个诅咒，在我耳边回响。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，我又回到了陆家的那栋别墅。陆凛掐着我的脖子，一遍遍地问我：你为什么不爱我？我从梦中惊醒，一身冷汗。我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月光下，我看到楼下停着一辆熟悉的车，车边站着一个男人，是陆成。他已经可以自己站立了，身边站着一个护工。他抬头，看到了我，对我露出了一个温和的微笑。我愣住了。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声音，是沈微微。她应该是用了什么手段，从看守所里打出的电话。温言，你别得意得太早。她的声音怨毒而扭曲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个能让你下半辈子都活在噩梦里的秘密。你以为陆成是只小白兔，他才是那条最毒的蛇。那场车祸是他自己策划的。他恨陆凛，恨陆家所有人。他就是要用植物人的身份躲在暗处，看着陆凛一步步走向毁灭。而你从头到尾都只是他计划里最重要的一颗棋子。你以为你报复了陆凛？不，你只是帮陆成除掉了他最大的敌人。还有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陆凛的，是你那温柔善良的好老公陆成的。我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，骨节泛白。楼下，陆成还站在那里，微笑着看着我，那笑容干净又温暖，可在我眼里，却和陆凛那张狠厉的脸缓缓重合。沈微微的话像一颗炸弹，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。陆成和陆凛，我被他们兄弟俩轮流玩弄于股掌之上。你胡说！我对着电话低吼。我胡说！沈微微在那头疯狂地笑了起来。温言，你太天真了。你以为陆家这种地方能养出陆成那种干净的小白兔？那都是他装出来的。他需要一个妻子，一个能名正言顺留在陆家，一个能引起陆凛施虐兴趣的女人，来完成他的复仇大计。我挂断电话，浑身发抖地看着楼下那个依然在微笑的男人，那个曾经给过我一杯温水，让我觉得世界还有一丝温暖的男人。原来，那份温暖，从一开始就是淬了毒的蜜糖。他算计了我，算计了陆凛，算计了所有人。他才是那个最可怕的恶魔。我肚子里这个孩子，我突然想吐。第二天，我去了医院，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，我前所未有的平静。这个孩子，我不能要，我不想我的孩子有一个这样可怕的父亲。手术很成功，走出医院，阳光有些刺眼。我用卖掉我妈留下的首饰换来的钱，盘下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馆。我的生活终于回归了平静。顾言偶尔会来店里坐坐，我们像朋友一样聊聊天。我再也没有见过陆家的任何人，直到半年后的一天，咖啡馆快要打烊的时候，门上的风铃响了。我头也没抬地说：不好意思，今天打烊了。没有人回答。我疑惑地抬起头，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陆成。他比之前康复得更好了，已经完全不需要人搀扶。他穿着一身白色的休闲服，脸上带着我熟悉的温和的笑。温言，我找了你很久。我看着他，心里一片冰冷。有事吗？他似乎有些紧张。我知道，
我欠你一个道歉。不必了。我打断他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温言，你听我解释。他上前一步，我做那些都是有苦衷的。陆凛他，够了。我看着他，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抹讥讽的笑。陆先生，别演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他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了，温和的笑意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阴鸷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冷冷地说，你和陆凛不过是一丘之貉，一样让我恶心。他沉默了许久，他才重新开口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查抖。那孩子呢？打掉了。我说的云淡风轻。他身体猛地一震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把他打掉了。我看着他瞬间惨白的脸，突然觉得很痛快。我嫌他脏。温言，他猛地冲过来，抓住我的肩膀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。这一刻，他的眼神和那个在无数个夜晚折磨我的陆凛一模一样。你怎么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陆成，陆凛，你们兄弟俩真是给了我一份大礼啊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游戏结束了，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。我拿起吧台上的电话，当着他的面按下了报警键。喂，110吗？这里有人私闯民宅，还想伤人。他看着我，眼神从愤怒到绝望，最后变成一片死灰。远景很快就来了，他被带走的时候没有再看我一眼。我看着警车消失在夜色中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走到门口，将正在营业的牌子翻到了休息中那一面，然后我关上门，隔绝了外面的一切。属于我的新生活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夜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夜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